矿洞之妖娆，矿洞之险恶。兄弟们，紧接着上期极难版贝爷生存，我们继续说。那么上期视频呢，我也是发起了一波投票，先问了一下兄弟们到底是玩极难版还是玩咸鱼版。但是吧，这期视频和上期视频我是连续制作的，所以呢，从下期视频开始，我们看投票结果，看看啊，到底是玩极难版还是玩咸鱼版。如果是玩极难版贝爷生存，我们就看一下是从头开始还是从我的直播存档开始。好了，废话不多说啊，本期视频呢特别需要兄弟们大力支持一下，长按点赞，强烈推荐，点赞越多翻车越快。最烦这种矿洞了啊，四通八达。你说你是先探索左边呢，还是先探索右边呢？或者是上边，或者是下边呢？没办法，只能凭着感觉走。众所周知啊，我技术一个玩过的贝爷生存版本有很多。这个版本的矿洞怎么说呢，兄弟们？我自认为啊，怪还是比较少的。不管是咸鱼版还是极难版，在矿洞中啊，我都是游刃有余。那么这主世界既然探索起来游刃有余，那么就肯定会有一个地方让我遍体鳞伤。没错，让我遍体鳞伤的地方，我认为就是地下世界。看这个视频的进度时长吧，兄弟们。如果有机会的话，今天我就给你们展示一下极难版贝爷生存的地下世界到底有多么的恐怖。走着走着，我就来到了这么一个地方，镜头拉远放大一看，很明显有只骷髅在那里等着我。像这种地形最不好探索，你若有胆下去遇到怪，你未必跑得了，因为这地形非常复杂，跑起来相对来说比较困难。你看，说话间就有一只僵尸从黑暗中走了过来，100多天的僵尸已经开始身穿铁装备了，只是他强练他强啊！我的锋利，我的大铁剑也不是吃素的。探索这种地方，我劝各位啊，最好是先存个档，我自己也是一样，必须先存档。存完档以后，我们就使劲插火把。我是万万没想到啊，这个地方又是负的一批，兄弟们看到了吗？铜矿、银矿、绿宝石啊！上面探索完了，我仍然是那句话，先不要着急挖矿。就比如这一波，如果你现在正在挖矿，那这个小白是不是就被你偷袭了？一定要把可视范围之内的所有黑暗地方都给它点亮，最后我们再挖矿。你放心吧，矿就在那里，它跑不了。正所谓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别怪我没提醒你，好吧？从上面插火把一直插到岩浆处，这个地方也是非常危险的。众所周知，这火元素是相当恶心的，所以说到这里之后，先给它泼一桶水。敢给我刷火元素，在我技术一哥这里绝对不允许。来，现在大家注意了啊！正所谓什么叫矿洞之妖娆，矿洞之险恶。这隐形者我也真是醉了，虽然他比较好对付，但是如果你不仔细看的话，你说你是不是看不到？然而就在我拿下隐形者之后，我给啊，兄弟们！一只巨大的红色史莱姆向我袭来呀！这种时候还用说吗？大事不好，撒腿就跑啊！逃跑期间回头一望，还有一只白色食尸鬼。在这个极难版贝爷生存中，我建议大家啊，千万不要跟这个史莱姆硬刚。你刚一刚，你就会知道，你的任何一把武器掉耐久掉的是非常之快。之前我就跟他们打过，也就2、3下吧，一把银剑的耐久几乎见底。而且你面对这种巨大史莱姆，你还清理不干净。总之就是后果不堪设想。不过咱就说，这史莱姆是眼瞎吗？这 AI 是不是设置的有点问题？岩浆就在脸上，他就敢往里跳。好家伙呀！这一波不得不说啊，我算是赚到了，兄弟们啊！我去，这小白居然勾起来向我射箭，这种情况也不要慌，我们只需要把他给勾引过来。要不说这小白傻呢，要不说他缺心眼呢，你说你就站在那个犄角旮旯，你就一直射呗，什么时候把我射死什么时候完呗。你过来干什么玩意儿？咦，人呢？哦，我看到了，在我脚底下。他这有点不太走寻常路了啊！锋利我的大铁剑一剑秒，时间不等人，赶紧把前面这个黑的地方给它点亮。在插火把这一块我就没有浮过水，啪啪我就是一顿插呀，兄弟们！我本来以为这个地方会是一个巨大的矿洞，没想到啊，就这么一溜溜啊，探索价值几乎为零。除了我们刚才找到的绿宝石还有银矿，这里我又发现了金矿和绿宝石，也算是收获满满吧。Later， 俗话说得好，一顿操作猛如虎，一看战绩确实虎。兄弟们，探索1个小时，这个战绩怎么样？我认为还可以吧。有了咱这把10运的大镐子，挖绿宝石那是真香啊！绿宝石矿好像发现了4处吧，我们一共挖到了7颗绿宝石，10运2就是10运2，相当于挖1颗绿宝石，白嫖1颗绿宝石。整理一下背包，稍微烧烧矿，然后我马不停蹄的又去了一趟矿洞。探索的整个过程我也不想展示了啊，反正就是一帆风顺就完事儿了。这回来以后又挖了这么多的矿，都说这主世界的矿物减少了1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还能挖这么多矿？兄弟们，我说我是欧皇，没意见吧？镜头一转，接下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位我认为在这个生存中比较重量级的一位选手，就是我在上期视频中提到的红颜女巫。就是面前这个家伙，她可跟一般的女巫不太一样，她的招式，她的套路确实是有点多。首先呢，她会扔药水，那是必须的。她最牛掰的一个技能就是释放吸血蝙蝠。遇到这个女巫，你们一定要记住，在你的弓没有附魔的情况下，哪怕是附魔了没有好属性的情况下，对她千万不要实施远程攻击，因为你一旦攻击了，拉上了仇恨，这个女巫就会一直跟着你，一直释放这个吸血蝙蝠。真的兄弟们，特别恶心，打不完，无穷无尽。那么怎么对付她呢？刚才我也给你们做了示范，拿着你身上最好的一把剑砍她就行了。虽然她的药水会让你行动缓慢，神志不清，当然了，这我就帮不了你了，你得自己克服。出门高德小黄花实在太难了，就这样溜达着溜达着，您猜怎么着，兄弟们？我去！
我又被诅咒了。当时我也是万万没想到，居然在这个矿洞里还有一只女巫。我这刚打完一只女巫，又来一只女巫，我这血量还没有恢复满。说实话，当时我就慌了呀。不过还好，这次女巫的诅咒呢是一个未知效果。其实我也不知道啊，这个未知效果是有效果还是没效果。这次中毒呢倒不是很深，如果你被它的瓶子完全打中，中毒时长基本都在15秒钟左右。那这个女巫呢，我们肯定也是要拿下的，因为我们已经受到诅咒，不拿下是真不行啊。先回家躺在床上回血。对付女巫的方法刚才我已经说过了啊，我不想再说了。那么现在就放手一搏吧，先来一个声东击西，然后趁女巫不注意，我们直接跳下去，黑咕隆咚啥也看不见啊。不过还好，女巫困在角落里没动了，但是最后呢，还是释放出了大量的吸血蝙蝠。恶心了，最后还给了我一个失明的 buff。失明的这一会儿也很细节，兄弟们，由于整个矿洞没有点亮，很有可能有怪物赶过来，所以说这时候我们一定要做到不断挥动大宝剑。这样做的目的就是，即便是怪物来了，也不至于将我们一击致命。既然都下来了，那这个矿洞岂有不探索的道理？于是乎呢，我就在这里张望了一下子，觉得没啥，然后就进行了一波深入的探索。可是探索了半天，这火把差了不少，这矿洞里的矿属实是没有多少。那此时此刻呢，我就觉得这个矿洞探索的不值啊，差了这么多火把，没有矿。我图啥呀，兄弟们？那就赶紧撤吧。可是谁曾想，我这撤退的想法刚冒出来，伴随着一声僵尸低吼的声音。我的妈呀，兄弟们，这就是盗贼僵尸！看到他以后，当时我是慌的一批。气死我了！他奶奶盗贼僵尸！正所谓人生无常，大肠包小肠啊！谁知道探索了半天啊，他也不来一个怪。就在你走的时候，他偏偏就来了一个盗贼僵尸。啥也别说了，今天虽然是收获满满吧，但是我技术一哥也是被僵尸实锤的一天呀。行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吧，咱们下期不见不散。小蜘蛛我是肯定不会放在眼里的，不要盼着我打一只蜘蛛还会翻车好吧？拜了个拜。